大家好，我是维维老师。在我正式开始讲这个视频的内容前，要先说明一个事情。之前我们更新了一个人像教学的内容，我看到评论里有粉丝说我的声音变了，其实那一次说话的不是我，是我的双胞胎弟弟维峰老师。过去那么多年，他一直在和我一起做教学，他主要负责的是人像，所以仔细看视频啊，那个说话的小人是没有戴眼镜的。总之，大家注意，以后我们这个视频里面说话的那个动画小人如果没有眼镜，那就说明是维峰老师上线了。现在正式开始内容。最近有很多同学咨询我人像课、人体课等各种课程，但我又发现很多人是零基础，那肯定是学不了这种高难度的课程的。而我那个视频里说的半年学会，其实是包含了一个小白从零基础开始学基础课的时长的。如果你有一定基础，直接学人像课是不需要半年的，3到4个月完全够了。所以我接下来要详细介绍一下更适合小白学习的零基础课程，也是我从业以来开发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门课，经历了很多个版本的迭代，伴随着我的成长和学生的反馈，逐渐的变成了今天这个版本。基础其实是一个谁也无法说清楚的定义，在不同的价值体系下，对绘画的基础定义是很不一样的。就像我上个视频说的一样，绘画有3种类型：想要画出眼前所见的描绘者，想要画出心中所想的概念者，想要画出脑海中故事内容的表达者，它们都是不一样的。而之前中国传统线下从石膏几何体画到人体的那套逻辑呢，来自苏联，它背后的价值体系就主要是描绘者的体系，注重写实。而我之前推荐的86本书就是围绕这个体系推荐的。但是最前面的那几本，比如5天学会绘画、素描的诀窍，它背后的价值体系就不是以写实为主导的，而是更接近第2种类型的概念表达者，享受的是绘画操作的乐趣，感受线条随机波动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更接近中国文人画的那种精神价值。我本人呢，是对审美非常包容的人，我对很多绘画都发自内心的非常欣赏，非常喜欢那种多元化的美术世界。但是站在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我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学习了那么多教学体系之后，我私人认为在当下最适合手绘绘画者体系的，就是源自达芬奇的这套古典写实体系。在这套逻辑里，绘画的目的就是符合我们大多数人朴素想象的，要画一个大家都认得出来的好看的东西。我们还要用这样的画面去完成一些故事的想象和表达。这样的绘画，不管它是油画、素描还是水彩，普遍的作画逻辑就是先画一个轮廓，再往里面填一些颜色。你可以看看这些视频，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操作过程。所以先用线条把轮廓画出来，就成了绝大部分绘画者共同的操作步骤。所以慢慢就有人把这个像草稿一样的线条步骤单独提炼出来，设定为一门学问，叫做素描。这其实就是素描的最初定义，也就是为色彩服务的草稿。再后来，素描的表现形式逐渐丰富，成为独立画种，像油画一样的这种色块画法，逐渐成为这种具有风格化写实素描中的一支脉络。用线条把一个轮廓画准，就是传统绘画中对素描最基本能力的一个定义。这也是我们这个素描基础课的核心目的，让你能够做到把看到的东西的轮廓准确地画出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选择了巴尔格示范的石膏素描。你可以看到巴尔格选取的这些教学素材基本上都是人体的局部。我在之前的视频中讲过，我们人类对人脸的识别能力是很强的，比起一个苹果，它圆一点还是方一点，我们都会觉得它是苹果。但是我们对人的识别不一样，稍微歪一点点，我们就会觉得很不像。而想要锻炼形准的能力，人就是最好的素材。一个人想要前进成长，首先就得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而画人这种类型的东西时，是非常容易识别这个形状的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很容易改进。同时，巴尔格在这整本书里面描绘的是这样比较美的人体，临摹他的示范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古典审美的感染。更重要的是，他当初画这本书就是画给小白看的，而这个画册的难度也是从易到难逐步排列的。每一张画的轮廓都示范的足够的简洁准确，方便你临摹判断位置。这本书原书是没有文字的，目前出版的文字都是后面的人给它加上去的东西，是一种半推测半考据式的解说。
原书的使用场景就是给一些线下教学的老师当范本用，具体的操作过程主要是由那些老师们现场示范，然后给学生们讲解部分操作。我今天干的也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我要用更适合当下情景的、更先进的方法来教，与时俱进。接下来我会具体展示我是如何教这么一套范图的，从而达到让学生们掌握准确判断位置的能力。这是课程的目录，整套课用15节课的数量来完成培养学生判断位置的能力。我现在开始介绍内容，让大家了解具体的教学思路。第一节课我会重点讲巴尔格的意义，了解巴尔格的背景，知道巴尔格当初为什么会这样画，同时也会在这节课的背后介绍我们的绘画学习方法。它其实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公司里也会用的目标、计划和复盘。学习绘画和学习其他的知识一样，一个劲的埋头苦画，不反思的话，进步非常微小。到了第二节课，我就会给小白们介绍清楚常用的工具有哪些，每个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工具来画。我们还专门录制了如何使用卷笔刀、削铅笔等各种非常基础的操作，确保你能够会用。这节课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后面呈现的2个操作练习，一个是量点年限，另一个是排线。这就是我们学生在这个练习中要完成的作业。我们在后面的实际绘画过程中，主要就是判断点位，然后把点连接起来形成轮廓，所以这个年线能力是个非常基本的操作。那排线作为传统绘画主要的上色手法，其核心作用是为了制造一个均匀的色块来表示明暗的变化。当你只能够使用这种尖锐的工具来画画时，排线就是最高效的上色手法。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同了，能够使用的绘画工具更多，借助眼影棒、纸笔等各种各样的工具，能够更轻松地制造一个均匀的色块，不用那么累了。所以哪怕你排线排得不那么均匀工整，甚至有点乱，都可以用这些工具最后把它做得比较均匀。而这种工具的操作技巧，我们会在第8节课里教，你会掌握如何用纸笔轻巧地做出灰色的过渡。在第9节课你还会知道如何用这些工具制造一个更大面积的均匀的黑色。那为什么一开始不教啊？2个原因，一个是技术上的，一个是思路上的。在技术上，纸笔表面上是一个新的工具，实际上纸笔也是笔，你如何握住它发力的那个能力，是从你使用铅笔、炭笔排线的那个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排线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核心的意义，就是让一个没有画过画的小白初步掌握如何在绘画中稳定发力的技巧，为他以后使用别的绘画工具铺垫一份操作的基本功。这个别的工具也包括板绘，所以讲解排线最重要的是讲清楚如何使用力量。而思路上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不想再去设计那种枯燥的前置练习，最好的学习应该就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脱离了实战场景的大量练习，到了实战中是发挥不出来的。传统的这一套画法从石膏体到人体之间有非常巨大的一个跳跃，而且这个漫长的过程缺乏足够清晰的意义指导。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走职业画家这条道路，并且愿意花很多年的时间去磨练能力的话，真的很难坚持下去的。经过我对整个作业的实践，我确定只要练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所以到现在只需要1节课左右的时间来学习基本的原理，然后花1周左右的时间来练就足够上手了。我已经把这个略显枯燥的能力训练压缩到了我目前力所能及的最低程度了。5年前的时候，可能光排线练习我就要教1个月。也正是因为这个思路，所以刚才那种新工具的使用技巧才会在实际上画那几张画的过程中才出现。我很喜欢塞尔达这款游戏，它和以往的游戏教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给你一个非常冗长的操作教学，而是在你玩到新的地方、新的关卡时才会告诉你怎么用。而且它的这个教学量恰到好处，他们对玩家玩乐兴趣的这种保护非常令我感动。我的课程还不够完善，远远没有到这种程度。我希望我的学生们在这个课程中的体验能够足够顺滑，不知不觉地完成一课又一课。我过去在我的教学中一直强调绘画就是知道怎么看和怎么画。那么前面这几节课就让你初步知道怎么画，掌握一定基础能力，接下来你就是要知道怎么去看，这也是基础班的重点。那么第3节课就会来教你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如何像坐标轴一样的去判断点位，这也是我们以前数学里面学过的基本能力。我们会先完成巴尔格前期示范的这只眼睛，
它真的很适合初学者来练习线条位置的判断。我会讲清楚你们每一个步骤的操作，同时我也只示范了其中一个范本，剩下3个都是学生们独立完成的，学以致用。像刚才那样的线稿是巴尔格改良过的直线线稿，是起稿时的一种设计阶段的线稿，真实的完成线稿不是这样的。那么在第4节课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如何把原本很直的线变成一种弧线状态，这也是大家要在这节课里完成的作业。你们大概会画出这些作品，难度稍微提高了一点点，但这个梯度很顺滑。不知道有没有细心的同学发现，前面那种坐标的判断方法在实操过程中是稍微有点麻烦的。这种判断的方法复杂就在于每一个位置按照坐标的原理，你都要判断一个横坐标和一个纵坐标，才能够把位置判断准。一个点要判断2次，那怎样才能更高效呢？这正是第5节课要告诉大家的。巴尔格已经在他的示范中画出来了，你看这里是不是有条倾斜的线？它其实是利用了角度来判断位置的。有了角度以后，你只要确定一个线条的初始点，再配合这个角度，就能把它延伸。画面中很多有联系的位置都可以被这种方法给找到。它在实战中非常适合用来做辅助线，概括整体的外轮廓，创造新的坐标轴来帮助我们判断定位。同时你也就拥有了一个新的观察的方法。很多人画画的时候，画着画着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判断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脑海中的方法是匮乏的，用之前犯了错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一个身在此山中的迷宫，出不来的。得换一个新的方法，跳出山来，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这便是锻炼形准能力的关键思路之一。你除了要熟练地运用某一种观察形状的方法，还要掌握多种观察形状的技巧，形成方法之间的互相纠错，兼听则明。所以这套课在后面其实就是介绍起形的18般武艺，告诉大家还有哪种方法可以高效的观察形状。不过完全只画形状不画颜色的话，画面就没有作品感了。同时颜色也是干扰形状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像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作业里面就有涂色的部分。那巴尔格这种非常紧密的黑色是怎么涂出来的呢？同时它涂色的过程中怎么把形状维持的这么工整的？这就是第6节课要教的关键操作技巧。到了第7节课，我们还要处理一种更加细腻的颜色，灰色。到此为止，你就已经初步掌握了绘画的2个核心能力了：一，把轮廓画出来；二，把颜色填进去。掌握了这些能力，就应该来画一张难度比之前都要高、更具挑战的新作品，同时学一点新的能力。因为目前掌握的还是非常简单的版本，我们要开始对这2个核心能力进行升级。这只脚其实非常复杂的，脚趾头的难度很高，想要把它们的比例处理的和谐很不容易。为了完成这个更高难度的形状，我们将会学习2个新的观察方法，它们是正负形和几何概括。这就是第8课的使命。你可能听说过这2种方法的名字，但并不知道它在具体的一张画中是如何运用的，分别有什么样的含义，它是如何结合前面的坐标轴的方法进行实际操作的呢？同时这么大面积的黑色如何制作？前面的方法能用吗？也行，但是效率很低，而且会出现很多问题。第9节课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这2节课完成了这张脚以后，我们就初步的完成了一张作品了。以上能力是我们以前各个版本素描基础班教学里面最核心的一套能力，无论我怎么改动基础班的知识点，这一套逻辑不会丢掉，也就是如何把形状和颜色的位置比例画对、画工整、画准确。这些技巧都是从平面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绘画的，也是我之前视频里说的平面逻辑，传统教学中极易被忽视，但又是在诸多新手入门教学的书籍中被广泛推荐的真正适合小白的观察方法。接下来我们会逐步的加大难度，学习更多新的方法，比如这只脚我们会运用到三角检测法，这是一种更直接纯粹的几何概括，适合在造型中设计和检查形状。而在这张人脸中，我们会学习人体面部的基本比例，同时也会告诉大家这样的比例是怎么被测量计算出来的。接下来还会在这张画中学习如何刻画这种小的体积。怎么去理解体积这种概念呢？也是这节课要解决的问题。到了第13课，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观察方法，叫做视觉延长线，来帮助我们寻找不存在的线条。我们要把画面中不存在的线条延长，穿越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位置，建立看上去2个毫不相关的点的之间的联系，来跳脱对物体固有形象的束缚。这也是我们在绘画中经常会使用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打破是什么的约束。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在培养一种潜在意识，让我们去学会观察关系，
而不是纯粹的去观察位置。关系，这是我以前在学习绘画的过程中，我的老师们经常在口中说出来的一种词语，比较玄学，但是这种道理不是用一种听不懂的词语来理解的，而是在简单的一个又一个的操作中去培养潜移默化构建的，先从最简单的2个点开始，而视觉延长线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至此，我们已经把巴尔格这套示范图里面比较好用的起形方法还原、拆解、构建给学生们了，也用了一种合适的难度梯度，逐步的让同学们来消化。那么接下来这节课就是要总结前面所有的知识点，把他们的前后逻辑线全部梳理清楚，做一个消化。这么多绘画的方法，他们每一个方法都在解决哪些问题，什么时候适合用哪种方法，他们之间的脉络是什么。同时在这一课里面，我们还布置了最后的毕业作品，就是这张毕加索13岁时也曾经临摹过的背，没有任何的示范，也不做任何的讲解，纯粹的由学生们自己独立完成这套课最高难度的一张画。我和学生们都需要一个证明，我需要证明我们能教会，学生们需要证明自己能学会。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他们的毕业作品，这一张又一张的作品，大部分都是成年人完成的。当然，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作品中，其中有10几张是10岁左右的小孩画的。毕加索13岁能做到的事情，只要我们老师认真的教，我们的孩子也能做到。学完基础课，绘画这个事情就从脑海里一开始设想的各种复杂的困难，变成了一个具体可行的操作了。你们看到这么多的毕业作品，应该能够感觉到我们是真心想要让学生学会的。我在网络上的很多视频讲解的都是思路，也就是为什么和是什么。而我在我的基础班教学里面，除了讲这2个点，更多的精力都在讲怎么做。画画要讲清楚怎么做，和告诉你如何健身是一样的。一个标准的健身视频会告诉你用什么样的姿势做什么样的动作，然后在什么部位发力，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这里也一样，我会告诉你用什么姿势去拿笔，如何发力的，要注意哪些容易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避免和修改。只要有一个老师愿意这么做，他就能够把绘画的知识讲清楚的，而你就能学会。过去只是由于美术这个专业在传统教学的熏陶下，以及和其他学科分割的比较厉害的情况下，许多老师没有意识到画画除了是一个认知类的技能，同时更重要的是一个运动技能。所以他经常会跟我们讲一些认知上的东西，或者精神上的高潮，但等到实际操作的时候，体验非常糟糕。由于童年长时间体验这种不讲操作和原理的美术教学，所以我已经在我的教学里尽量的避免这些问题了。在我学画这么多年的体验里，最糟糕的老师就是会讲操作和原理，画的也很不错，但是他讲的不深入，浅尝辄止，讲不明白的地方还会经常以创造力，你还不懂，天赋不够，没有灵气，要多念多悟，用各种类似的词语进行精神 PUA。那对于我这种比较喜欢问为什么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难受了。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好老师的，我这种体验仅仅是我个人的经验哈。所以我的每一节课的备课目录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我会把整个脉络逻辑都梳理清楚，你听课的时候就能很方便的做笔记了。想要把教学做好，没有任何讨巧的技巧，它就是一种思想上的体力活，不停的找到里面当中每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找到自己会忽略的那些坑，这样才能够把学生可能遇到的雷都排除去，变成方法。我做的当然还不够好，这当中有很多卡点，我需要足够多的学生继续反馈，这样我才能把课程迭代到更好的程度。总之，只要能够为学生考虑，把操作的难点说清楚，都能学会的。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看管理和创业的书籍，其中有一本书说你要明确自己团队的价值理念和主张。那么我在这里很真诚的告诉大家，我的教学理念就是听得懂学得会，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践行这6个字。 OK， 关于基础班的内容介绍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加我微信好友。感谢你看到这里，听我讲完了一个基础课程产品的介绍。我是维维老师，喜欢研究和分享绘画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视频有帮助，记得一键3连。那么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